Hello， 大家好。加拿大国家银行房价指数1月份的数据显示，房产市场的增长进一步放缓。1月份，加拿大国家银行房价指数环比上涨 0.3%，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涨幅低于前一个月。在11个市场中，哈密尔顿、蒙特利尔、维多利亚、哈利法克斯和温哥华5个市场涨幅居前。魁北克市、渥太华和加蒂诺的涨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多伦多、卡尔加里、埃德蒙顿和温尼伯的指数环比下跌，这是连续第2个月有一个或多个市场在该月下跌。凯投宏观认为，伴随着疫情的好转，加拿大央行很可能提前加息。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，住房市场将在今年下半年失去动力。疫情爆发之前，抵押贷款增长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下降。疫情爆发后，加拿大人为买房疯狂举债，导致抵押贷款债务激增。加拿大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住房抵押贷款增长 7.7%， 达到 1.7万亿加元，年增长1180亿加元。这是近10年来住房贷款最快的年增长率，远高于过去5年 5.4% 的平均年增长率。这也是有史以来抵押贷款债务首次在1年内增加1000亿加元以上。加拿大央行预计维持 0.25% 的利率直到2023年，但如果情况有所改变呢？凯投宏观认为，抵押贷款利率不仅取决于银行的融资成本，还取决于过去1年已经收窄的贷款利差。最近，加拿大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升表明，与2020年相比，加拿大经济需要的刺激支持更少，因为投资者对疫苗推出越来越有信心。加拿大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已经攀升近50个基点，至 1.15%， 为11个月来的高点。在本周早些时候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1.3% 以上，这是近1年来的首次。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近。加拿大央行不愿意抢在美联储之前加息，主要是因为加拿大央行想在美联储加息后，给美元对加元贬值留出一些时间。凯投宏观预计，加拿大10年期债券收益率将在今年升至 1.5%， 2022年将升至 1.75%， 抵押贷款利率也将随之上升。他们的收益率预测显示，如果收益率息差保持不变，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将从 1.8% 升至 2.3%。 如果收益率息差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正常水平，抵押贷款利率将升至 2.8%。 凯投宏观表示，随着抵押贷款利率的上升，住房市场将在下半年失去动力。如果实际情况出现在他们预测的中间位置，这意味着一个中等家庭收入能够承受的房价将下降 3%。 抵押贷款利率反弹对多伦多、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高房价市场影响巨大，但对房价本来就比较低的房产市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过去1年，这些低房价市场一直是房价增长的主要动力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会大幅度减少多伦多、温哥华和蒙特利尔等地区豪宅市场的需求。破产率下降是疫情爆发后加拿大过去1年令人意外的经济指标。疫情爆发期间，由于政府的财务救济政策，加拿大家庭财务状况得到急剧改善。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几个月，超过300万人失去了工作，但加拿大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，在封锁期间，加拿大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储蓄实际上有所增加。随着经济救济的减少，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。2020年第4季度破产量比之前的3个月增加了 13%， 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季度增幅。这说明破产率正在迅速升高。疫情爆发以来，商业地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由于缺乏租客，很多商业地产都变成了负债。商业地产领域最大的问题是，在未来1-2年，随着远程办公的增加，将迫使租户减少办公空间。在阿尔图斯的调查中，57%的受访者表示，他们预计租户会减少办公空间。这可能会导致商业地产价格的下跌。
美联储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报告中，也警告了商业房地产价格存在急剧下跌的重大风险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